大家还在那个外海那边，就是在那边玩的时候，我看到一颗石头掉下来，就从2颗大石头的中间掉下来，然后就掉在我们刚刚大家都在游泳的区域，然后我内心我就整个很害怕，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所有人都刚好在看别的地方还是什么，我就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一颗石头掉下来，我们赶快回去，而且它是大概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我们就赶紧游回去，然后我们才回来。过几个礼拜，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游客被落石砸死。欢迎收听旅途聊天室，我是林轩。在这个聊天室呢，除了旅游呢，也会跟你聊聊我的生活，还有邀请我的好朋友来我的 podcast。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比较生疏，很好笑，因为本 podcast 突然来了第一个来宾，你是我们的第一个来宾，我们欢迎立方。耶！小小介绍一下立方，因为立方现在住在澳门，然后我之前的 YouTube 影片有去了2次澳门，一次去找你，一次是一起去摩波斯，对，还有跟拍影片。我今天呢会请立方来，是因为立方前阵去了马耳他游学。没错，我去了马耳他游学，然后呢，完全就无脑的选择了林轩他去了的学校。没错没错，然后因为立方刚好这阵子来台湾，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抓紧机会邀他来我家，然后录一集马耳他游学的 podcast。对，我们时间非常非常短暂，我们现在还放着这个码表在计时，你知道吗？因为等一下我要直接赶场到台北去了。对，因为本来立方是前几天就要来，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没错，想要跟你聊聊，就是你第一次去欧洲，是第一次，对，我的第一次去欧洲，然后就第一站就是马耳他，对不对？对，你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人生无脑跟而且林轩什么时间也一样，我也是5月去的。对啊，我5月第一个礼拜开学，我是5月3号。那一样啊，第一个礼拜。对，所以就是完全就是第一次去欧洲，然后第一站是马耳他。那你是刚从欧洲回来，所以才变那么黑的吗？对，我黑了非常多，朋友见到我，然后以为我穿黑丝袜，他捏我的腿说：“你穿黑丝袜？”我说：“这是我的腿。”谢谢，黑到很不可思议。你现在回来有超过1个月了吗？好像没有应该是差不多3个礼拜，回来3个礼拜。所以现在心情其实都还是在有点回不来的心情，有吗？现在稍微好一点点了，但是前面1个礼拜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回不来的感觉，因为就觉得好像还有很多欧洲的地方还没有去到。那你这次有去哪一些地方？除了马耳他？我第一站是直接去马耳他，然后呢，有趁一个周末去罗马，然后呢，最后马耳他的旅程结束就去奥地利，某一天有去到布达佩斯，再回到我好想去布达佩斯，再回到奥地利，然后隔天再去萨尔兹堡，莫扎特的故乡。OK， 好，那欧洲旅游我们后面来聊，我们现在聊聊马耳他游学。对，因为其实马耳他这个地方，我一开始会想去。就是因为很少台湾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趁这个时候，然后赶快去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是只有我一个台湾人但我都没有讲到中文。我有遇到一个，是在最后1个礼拜，我只跟他相处的那1个礼拜，但就很短。立方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选择马耳他？因为我就听说很少台湾人我有听到有一个 YouTuber 好像说，就那边就没有什么台湾人。我想说可以多练一下自己的英文啦。然后你一到之后，反正班上就有4个台湾人，这么多，加我是5个。全校呢？加我就5个，蛮多的那你的室友我室友是瓜地马拉人可以练西班牙文你有练西班牙文吗？Despacito 唱来唱去只会唱这首歌。好，那你去之后，你发现有很多台湾人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就傻爆眼然后我就有一次，甚至我在外面吃饭，然后就遇到当时大概3个台湾大叔，然后他就一直盯着我们，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是台湾人，后面忍不住问我们。然后我们说，对，我们台湾人。他说，我们已经来这2年了，然后第一次在外面遇到台湾人然后最夸张的是那家泰式餐厅，当下他跟我们聊完，竟然另外一个台湾人坐在那里。后面我忍不住，我跑去问那个坐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吃的那个女生，我说，你是看林轩的影片来的吗？他说，对，真的假的？真的。
但我遇到每一个台湾人，我都直接问他说：“你是因为看林轩影片来吗？”然后每一个都说是。真假的啦？你们很优秀没有，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当时立方一到马耳他，他就马上跟我说超多台湾人，然后我想说跟我的，因为我跟你中间有间隔2年，但其实我之前去过蛮多国家游学的，什么菲律宾、美国、澳洲，然后爱尔兰，其实马耳他的询问度最高，撇除菲律宾。台湾去询问吗？对，就是我的观众来私讯问我说：“林轩，你在马耳他读的那间学校是哪一间？”不是，我真的必须说，是因为他那支影片真的拍的太好了。太吸引人，因为我都跟那些台湾人在讨论，他们说，对我真的好羡慕他的那群朋友，我真的很希望我就是1:1的 copy 他当时的那一群朋友。那群朋友真的就是因为你那群朋友就是又有韩国人，然后又有黑人，我忘记是什么国家，日本人啦，日本人，然后反正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有一些中南美洲的，然后聚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超好玩。那你们没有吗？你们的国籍？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没那么丰富，就相较于你那个影片来讲，是哦，对。但是我们现在去的时候是很多的德国人，然后有少量的，就是可能匈牙利、法国，但是有一些都是就很多年长者，非常多年长者。其实我那时候也遇到蛮多年长者，就大概50-60的也有。对，所以我们认识了很多就退休的。就是退休的阿姨、叔叔阿姨，就煮饭给他们吃，煮台湾的东西给他们吃，这样。因为我后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在拍游学影片的时候，因为我通常都会选一些比较还没有台湾人那么多的学校，但是他就是想要就是让台湾人去攻陷那些地方。不是，但是呢，如果我拍完之后，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台湾人少一点，你们需要在我拍完影片的2个月内赶快去。好像是对，因为通常大家就是因为看到，所以都一定会问我啊。讲到这里，赶紧先订阅订起来，不然你下次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要过2年，然后那个地方又被攻陷。对，你看现在马耳他不能去了，所以现在不能去，也没有到不能去，然后就很多台湾人，所以现在大家可能要去一些南非啊学英文。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就我想说，马耳他这个地方这么小，它比台北还要小，比台北市还要小。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了我们那边其他欧洲的同学，我说：“你们是打从出生就知道马耳他这个地方吗？”就是我想要知道是，就比如说像我们从小就会知道一些欧洲的国家嘛，那马耳他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曾经听过的嘛。然后他们说没有，我出发前2个礼拜才知道的。真假的？对，哪一国人？德国人。我有觉得说马耳他很像是欧洲人很喜欢来度假的地方，因为欧洲很冷嘛，就是5月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都还很冷，而且他们很多地方他们是没有海边，但马耳他每一个地方都是靠海的，而且你又可以直接在游泳池。我们那个学校可以在游泳池，我们那个学校真的是每一天下课你就看到，你的同班同学们全部都是在那些泳池边的沙滩椅上霸占着。没错，你有去晒太阳吗？有。所以我才变那么黑啊！因为不晒其实也很奇怪，因为很冷。其实我去的时候，前面有段时间很冷，我是大概后面2个礼拜比较热起来。那说回来，你觉得好？你到那边，你发现有5个台湾人，你发现有台湾人之后，你有觉得很烦吗？还是你觉得其实也不错？一开始觉得有点烦，但后面也觉得蛮好，因为我去的第1天就喝了珍珠奶茶，又喝了绿豆汤。他们自己做的，对，然后等到他们还自己种豆芽菜，真的超优秀。然后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因为他们比我们早来嘛，他们又留什么那个卤肉包啊，然后什么沙茶酱啊，全部都留给我。所以就代表其实台湾人在那边传承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完全我没有传承给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知道我们还看到有过期的药，过期的药上面写什么肠胃蠕动，然后。感觉那个人跟我一样是便秘常常很严重的，所以我把他的药全部都拿走。你敢吃？有过期吗？有过期，但是因为这是你自己第1次去念语言学校嘛，你去之后跟你原本想的有落差吗？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发生蛮多有关上课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当时第1周的老师，我们真的很不喜欢。他太随性了，然后后面我就去跟学校反映说我想换老师，然后后面就第2周就稍微换了一下，可是呢，
第2周换的老师非常非常的好，可是那是他待的最后1周，然后所以我们就是遇到一个好的老师1周，然后后面又说下个礼拜再换老师，然后是换一个全新的老师。那个老师新到什么程度呢？是他都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们学校的课本，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些设备，因为那些待久一点都知道这些电子的白板怎么使用，然后我们还要反过来教他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就是那个老师才23岁，然后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比他老，我实在忍了太久了。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老师你知道那里点下去可以播那个音档吗？然后他说谢谢，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所以他学习速度还是蛮快的，然后后面就是接下来的1个月都是这个老师教，所以我们大家就全班的都很喜欢，气氛就很好。然后这个老师是爱尔兰人，但每个人的想法很不太一样。有些人就觉得，我觉得遇到不同的老师，我可以学到更多。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每个礼拜会重新分1次班。我就想说你当时是在什么 level？B1、B2？我一开始在 B1，后来到 B2。所以你被升上去到 B2。对。因为他之前那个影片不是有一个是还在那边画画，就是有一个人描述，然后你要用英文描述。那是 B1，因为我们的 B1 没有这样，没有，每个老师不一样。我们的 B1 甚至还要辩论，累死我，真的是超想死。每次老师说很好玩吧？对我来讲不好玩，有些人就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辩论应该很蛮好玩，因为我觉得那画画有点无聊好啦，我就感觉老师有点在杀时间，对，有一点像混的感觉。我们常常老师会带我们玩一些游戏，就很好玩。那种游戏就是可以锻炼你用英文去思考的游戏，就还不错。就这个老师啦，因为我们当初的老师也是每个礼拜不太一样，然后第1个礼拜老师我也觉得很混，然后我本来有点想换班，但第2个男的女的？男的，胖胖的。没有，现在没有胖胖的老师，他不在了。但是其实每个老师的确有不同的风格，而且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有些是苏格兰，然后有些是马耳他人，然后我有遇到西班牙的老师，西班牙人老师，知道吗？他不是我们班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老师应该换蛮快的，我猜。但那个学校给我感觉就是蛮 chill 的啦，就是没有什么规定。你是只有上半天对不对？对，早上。可是我第1个礼拜下午我有去上那个行销课，我自己去加选的。然后你知道那行销课怎么样吗？因为去上的人都是德国人，然后德国人英文都超爆好，对啊，都像母语一样好。对啊，然后他们那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其他都德国人。然后老师就会说，好，那你们要假装你们是在，就是很有点像是商业英文的感觉，你就要教一些公司的商业用语。好想死哦！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讲得很快，然后都讲的又是什么商业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马上跟那个代办反映说，我要退掉，我不要。我不要上了，我只想上半天。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强度的，真的。然后后来我从此以后就都是半天，我就变得超快乐。对，超快乐的。但是我前面浪费太多时间了，我每一天都在睡觉，就下午的时候，他到晚上7、8点都还是天很亮，所以你就算睡到4、5点也无所谓，你还可以。那你有去 party 吗？就是我其实有点不懂你当时的 party 是怎么样，是你们学校里面同学办的吗？就是其实 party 有很多种，就是一个是那个学校，他每个礼拜5都会给你那个券，我知道那是去夜店，对，那去夜店。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你跟你同学可以自己去一些好玩的酒吧。我们那时候有去到一个 English Cafe 的吗？不是。我们有去过，其实有很多种啦，就是有看你要去 salsa 的酒吧跳舞，还是你要去那种泳池边的 party。那时候我有去参加一个，谁给你这资源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传承到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中南美洲的同学，然后巴西的同学，他们都超爱 party， 他们每天平日都在 party， 超爱 party 的。平日 party， 隔天其实我有点不是很喜欢那边的夜店，他那个夜店呢，全部是西语的歌。因为99%是西语的歌，因为西语人很多，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所以他那个夜店你有点难以融入，因为很多歌你可能没听过。好啦，对我来讲，我好像太多歌要看啦，要看。我最喜欢的是那时候在泳池，它是室外，然后你是可以直接看到夕阳，直接。我们学校的泳池吗？不是，外面有一个餐厅，泳池的餐厅，然后它是泳池连接到海，所以夕阳落下的时候，它是直接你可以在泳池旁边看到超漂亮的夕阳，然后还有放烟火，还放烟火。
好像他们那边很常会有，每一个月会有一个大型的 festival。就是每一个月它会有不一样的，因为像我们刚离开的这个月，他们是直接请 Katy Perry 去唱歌，而且是免费开放给大家。然后我去的前几天，好像那个周末就刚好是什么烟火节，那我就错过了，因为我还没有到这样子。就看你这时候的同学是谁比较多，因为我刚好巴西同学比较多一点。我们是台湾人。好，那我想问你，你去那边之后，你有遇到什么文化差异吗？非常多，我有列清单。文化差异的话，好，首先有一次在学校，我就弄那个 espresso 装在我水壶里面，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加水，再加那个冰块嘛，这不就冰美式吗？然后那些德国人就说：“你为什么要加很多水？”那我心想。是没有喝过 Americano 吗？我就很困惑，然后就后面我就说我很常会这样喝啊，或者是我可能就 espresso， 然后我会加那个柳橙汁进去，然后他们就全部人都用那种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我说超好喝的，我下次做给你们喝。然后后面有一天我真的买了柳橙汁，就做给他们喝，然后他们就每一个人就在喝的第一口都觉得很害怕，就喝下去的时候很 fresh。Excuse me， 超好喝的。你带他们跳脱舒适圈了。对，然后后面还有文化差异什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 Blackpink， 然后我就讲到 Blackpink，所有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可能？我的反应就是这样，然后 Blackpink 不是在那个全世界巡回吗？我也是这样想，然后所有亚洲人全部都傻眼，他们怎么会不知道？然后老师说他们最红是什么歌，然后我就说 Kill This Love， 然后老师居然要跳过那个前奏，我说那个前奏是精华，气死我！然后后面那个旁边有个德国的妈妈，她看我反应太激动了，所以她就传讯息问她女儿，她说你知道 Blackpink 吗？然后她女儿说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成员有什么，但是他们的歌很难听。什么？超好笑的。没有，我觉得你只是纯粹没有遇到喜欢 K-pop 的欧洲人。但是他们很年轻，像我们老师23岁，他应该要知道啊。然后后面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Blackpink 他们传媒比较多，所以南美洲的人也都会知道他们，但是欧洲就不一定。我只记得我是在那个马耳他的班上讲哆啦 A 梦，有一个人知道。我就讲哆啦 A 梦它是一个机器之猫。如果你说 Pokemon Go， 他们可能就会知道。Pokemon Go 很多人知道，应该。然后哆啦 A 梦我忘记那个人，他好像是来自中南美洲的其中一个国家。然后他竟然知道哆啦 A 梦。因为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共鸣，然后我就觉得很孤单。但就那个人知道，他还拿出那个照片找哆啦 A 梦来给大家看。我说对，就是他，就是那只猫。我跟你讲，那文化差异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有一天在讨论食物，然后老师说，那你们就跟旁边的人一组，然后就分享你们国家食物。所以我旁边是一个德国的女生，然后呢，我就很兴奋，我就跟她说，我超喜欢吃你们德国猪脚，然后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我都找照片给他看，我说德国猪脚然后他说他真的不知道，然后他说因为他是素食的，可是我想说他吃素，你也应该要知道你们自己国家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吧？好 ，OK，老师说收回来，然后叫大家各组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德国大叔说我们有德国猪脚，我超气的，我就说你看，我要反向安利给那个德国人说你们的德国猪脚很好吃，然后就那个女生居然跟我说一个。至今我都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话，他说那个大叔他是柏林人，我是汉堡人，所以不一样，他们有南北之分。但我就觉得很惊讶。那比如说像不一定，因为像有些台南人早上是台南人还嘉义人早上喜欢吃面吗？是吗？还是高雄人？我不知道，你不是高雄人吗？就是比如说锅烧意面，台南人早上很喜欢吃锅烧意面，或喜欢吃什么豆菜面啊。然后我真的台北人去台南的时候，我也文化差异啊，我也从来没吃过豆菜面。可是德国猪脚，因为德国猪脚实在是太代表性了吧？那就是我不知道他居然会，他自己国家他自己都有文化差异。那个大叔他自己讲德国猪脚，但是他又说很难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天我们教室。出现了一只蟑螂，然后后面又出现第2只蟑螂，又出现第3只蟑螂。那天上课总共出现8只蟑螂，非常恐怖。然后全班都在尖叫。好，然后后面我们有一次老师就在一起讨论蟑螂，然后我就说
在台湾的大只的蟑螂我们叫台湾蟑螂，小只的蟑螂就是你们的德国蟑螂。我就这样跟他们说，结果后面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德国人说的德国蟑螂，就是德国人说小只的蟑螂叫做俄罗斯蟑螂。啊，那他们的那个俄罗斯蟑螂跟我们的德国蟑螂同一种吗？不知道，但是我们查出来就觉得好好笑。但好像德国也没有很多蟑螂，所以还有人说什么是 cockroach。哦，有些人没看过。对，哪一个国家的说没看过？就德国的因为我们班上一半是德国人。德国人自己没有看过蟑螂吗？有一个人他说什么，就我们在讨论蟑螂的时候在说 cockroach， 然后他说什么是 cockroach， 老师就要去搜那个图片，我说不要搜。但是那天出现很多蟑螂的时候，真的是要崩溃，就是我很多惊声尖叫的影片。所以当天有很多人是人生第一次看到蟑螂本人，应该也不是，但是就可能比较少见。就是我猜可能是德国很大，所以他们有一些地区就可能不一定很常会出现。我猜。OK， 好，那你觉得你这样去一趟马耳他，你自己英文有进步吗？其实是有进步，应该讲要有一个阶段性。就是我第一周的时候觉得很不错，感觉猛速的进步，然后第2、3周的时候就是整个卡住停滞期。然后我觉得停滞期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同时在学新的东西，然后你学新的东西，或者是你学到一些新的单字，你会有一种你很想用到你的平时的对话里面，但是你又对这些词汇或者是用法不熟悉，所以就变成你又想要跳脱舒适圈，但是你又会卡住，所以你反而讲话会更卡。就我有遇到一个情况是这样，但后面就有点是觉得说，那我还是要让我自己讲话顺畅一点，所以我就放弃这件事情，恢复到尽量去跟人家顺畅交流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老师也很常会带我们玩一种游戏，就是老师写了一个字给你，就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的，然后给你，然后你不能讲出这个字，但是你要用各种方式去形容出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大家要疯狂猜，然后老师会给你限时，好像1分钟，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就他有玩很多类似游戏，会锻炼你去形容或者是用英文思考的能力。那你在那边，你觉得像英文有那么多的，就是比如说有口说啊，有听力啊，或者是单字量或什么的，你觉得你哪一个部分是进步的最多的？因为我的文法不是很好，然后文法就是最好。你有老师的时候可以问的，文法很好的人就会觉得你在问这么什么鬼问题啊？可是可能是我每一次都要反复一直去思考，这个时候是要用这个文法吗？这个时候是怎么样？那文法其实的确蛮难的，就是要很多情境刚好要用到，对，就是要不断的去用你的文法才会变好，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去使用这个语言这样子。那除了英文，你有觉得在其他地方有收获吗？我们有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玩嘛，就是你有去 Comino 吗？就 Gozo， 然后还有个小的 Comino。哦，我去 Comino， 我去 Comino。对 ，Comino 超美，然后我们去了2次这样子。其实我们之前已经一群人有就是跟我的室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一群女生有自己去过。但是当时呢，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只有泡泡水这样子，然后后面呢，我就挑战就是可以去游，有一个地方不是可以游过去，然后穿到那个穿越，就是 Comino， 我应该没有游到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去 Comino， 我就是去泡水而已，因为我觉得好冷，就觉得水很冷吗？不会，我们那个时间点应该可能已经太热了。我去的时候是很热的，但是水很冷，然后我觉得很不合理。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很刚刚好因为呢，就是我去，然后它是有一个像很大很大的2块石头，然后所以你要从那个2块石头中间穿过去，然后就是这一边是我们 Comino 的内海，这边是外海，就是你要穿过这个洞，游泳穿过这个洞，然后我们穿过这个洞之后呢，大家还在那个外海那边，就是在那边玩的时候，我看到一颗石头掉下来。就从2颗大石头的中间掉下来，然后就掉在我们刚刚大家都在游泳的区域，然后我内心我就整个很害怕，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所有人都刚好在看别的地方还是什么，我就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一颗石头掉下来，我们赶快回去，而且它是大概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我们就赶紧游回去，然后我们才回来。过几个礼拜，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游客被落石砸死。
真的好险，真的你有看到你那一瞬间有看到这件事。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石头可能都是受到海蚀或风蚀的影响，他们并不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有一些就是就像我们的那个野柳的那些，他们会因为风蚀的关系，它会越来越消瘦嘛，它石头形状会改变。那个地方是很多人会去游泳的地方，非常多人会去游泳。那大家下次去马耳他要小心，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你下次可以去，你可以把那个新闻的 highlight 贴上去。反正他就是有人想要从那个石头，就是一个石头，可能这样子这一段比较细一点，然后他就在上面要从这里这样跳下来，然后这样他一跳的时候，这一块石头就崩塌，然后崩塌的瞬间，下面刚好有人游过去，所以是下面的那个人就是死掉。然后我当时看到那颗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我马上往上看，然后那个石头就是2个大石头的中间还夹了一颗大概这么大颗的石头，但是它已经是感觉，我觉得它真的是受到一些摇晃或什么，真的会掉下来，但是它真的很大颗，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游过来的这一道里面很有可能都有很多不稳的石头，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我们要赶快游回去。好险活下来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外啊，那些什么安全什么都要自己很注意。对，那是因为你警觉性很高，你知道你一看到石头掉下来，你就知道要叫大家赶快回去。对，不然其实通常很多游客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种小事，或者会觉得他没什么。我当时因为其实他们那些人，他们水性都很好，就是德国人们，他们好像蛮常，他们说以前都有训练游泳，所以他们都很会游。然后我只能游踩得到地的，但是我也蛮会游泳，只是跟他们相比就很烂。然后我就带了一个那个蛙镜，然后一带蛙镜，你看到下面的底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很深又很黑，就你会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可能是有点深海恐惧这种感觉。我就一直很紧张，你还活着，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挑战成功，所以我很开心。很棒啦。我们在游过去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不是在石头，就是你要先从Comino的这个岛游到这个小岛嘛，然后这里是石头的那一段，然后我们游这一段的时候，有个地方真的很深，就是我踩不到地，然后我就很难换气，然后就有一个救生员，他就划着那个 SUP，他就跑过来，然后就说 Are you OK？ 然后我就其实不是很 OK， 然后我就尽量很努力的想要就是起来换气，然后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那个德国人，他很高，196公分，他就走过来拉我的手，他用走的，然后我178公分哦。他就走过来救了我一下，隔天在学校遇到他，然后我就说 Thank you, save my life。好了，那其实马耳他生活听起来还蛮很丰富。我也有去你跳水的地方。你有跳吗？有啊。那你有在上面犹豫很久吗？因为我在上面待超久。因为他犹豫很久，我想说我也陪他一下。我觉得我相较你可能没有犹豫那么久，是因为我当时我想到我在那边思考的时候，我就越想越觉得。你越想你就越不敢跳，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后面又想到说，那我之前去那个新加坡的时候，还不是跳那个17层楼的那个高空弹跳，bungee jump， 然后我就想，那就直接下去吧，就是就是你必须要先放开那些。那好玩吗？你觉得？还行，因为你在那时候在那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外国人，我知道他们在那边翻来翻去，他们直接或是2人叠在一起这样跳下去，我觉得应该同一批人还是天天在那里跳。我猜，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只狗，就是有一只常常在那里跳水的狗？我没看到，好，反正就是很多他们其他人都滑。那你有看到？你有看到校猫吗？一个叫 Gozo， 一个叫 Comino。马耳他那个学校的校猫。你们没有猫了？我们叫贝拉。我们的那只猫叫Gozo跟 Comino 去哪里了？我们没有 Gozo跟 Comino， 有。可能死了，可能被人家抓走了。我们的叫贝拉，然后时不时上课会想要跑进来。好，那马耳他你觉得好玩？有遇到难过的事吗？有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我们被种族歧视。真假的？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想说，大家不要再来这所学校了。台湾人，你们不要这样盲目跟风林轩的影片。首先，人家那个学校也没有给林轩钱，好不好？我们在那个学校被学校里的人种族歧视，
怎么说？就是那时候有一天上课，然后下课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一周会帮你清理一次你的房间嘛？然后我们的床单就被换过，就一进到房间就是那种抹布没有被干透的臭味。就你们懂这种抹布跟拖把潮湿味，臭臭的，就那种很恶心的味道就对了。然后我立刻就把我床单拆下来，因为那个味道就很恶，然后我就拿出去。后面我就请他们那个清理的 housekeeper 跟他们说，可不可以给我新的床单？然后后面才发现，我们每一间房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臭的，就那些床单都这么臭，所以大家全部都拆下来。尤其日本人，他们就是很爱干净，所以就很生气啊。然后后面 OK， 他又拿了一批都很干净的。烫的整整齐齐一整包过来，但全是臭的。我说我知道你这些是干净的，但是它就是有味道。那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是舒服的嘛。然后所以他就说那这样该怎么办呢？然后 housekeeper 也没有办法处理，他说他要找他 manager 过来。OK， 好，那个 manager 一过来，他都不是跟你用讲话的，他直接就狂骂我。然后当时因为班上，就我们寝室有一些同学就是去上下午的课了，所以留下刚好是几个就是亚洲人，他就直接骂说全部都换过了，然后就只有你一个人觉得有问题。我说没有啊，你看他不是也觉得很有问题吗？就是这真的很臭啊。然后他说我闻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我就是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是觉得我在挑他。我说如果我是在挑剔你的话，那我上个礼拜我也可以要求你换啊。我上个礼拜我为什么没有这样说？那我就是针对这一次他是有问题的嘛。他就直接劈头跟我说，之前也是其他亚洲人反映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所以呢？那我们反映有这个问题，你作为这个 manager， 你是不是要跟你们这个清洁的公司去反映？因为他一直跟我说，这又不是他清洁的。然后，那我想说，你是中间人，既然有学生投诉了，你应该要说好，那我会去跟这个公司做反映，而不是你跑来就是找我的麻烦嘛。然后再来呢，就是你上升到种族干嘛呢？你的声音爆音。然后后面他就直接跟那 housekeeper 说，把这些给他换上去，就把那些臭的。给他换上去，然后把那些窗户打开10分钟通风，然后那个 manager 就走了。然后我当时气到我整个人在发抖，我都说不出话来了。我跑去跟其他的台湾人讲，然后我讲到我真的是整个人都在发抖。后面呢，我们就先去跟前台 reception 他们的那些女生还蛮好的，我们就先跟他们讲，而且一拿过去我就说这有味道，他说哦你不用凑过来，我这样都闻到了。好。那个前台的人他已经说，就是他说他会想办法帮我们处理，然后后面他就说，请我们可以跟学校的别的 manager 说，然后我拿给那些 manager 的时候，他们居然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味道，我们全都傻眼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假如你觉得没有味道，但我们觉得有味道的话，你也不能来指责是我们的错误啊。你应该一起去帮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后面就有派一个日本的小主管，然后就拿了一些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床单跟枕头套，然后就重新帮我们洗过一遍给我们，这样。然后就是正常的。对，但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太生气了，所以后面我有把这件事情上报给学校方面，就是因为我当时是联系了林轩给了我一个 LINE 学校台湾的。官方反正就台湾的负责人，对台湾负责人，然后我就跟他反映了这件事情，然后后面他们传了一个学校的主管跟我道歉的话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子，然后但后面他们又说哦就是我这样是接受他们的道歉，但是我就心想我只是接收到这个讯息，但我没有觉得我是接收到他们的道歉，因为我没有觉得我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来跟我做这个道歉。对，因为我们当时一直有听闻说那个对我们种族歧视的那个主管他要来跟我们道歉，但后面是没有，所以你就再也没有遇到这个人了。有在学校见过他一次，不理他。就是我当时见到他那个情况也是很尴尬，我是看到猫，然后我就想要靠近那个猫，就后面那个猫是在他们那个洗衣房。贝拉吗？是贝拉吗？是贝拉。好啦，我觉得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分享出来也蛮好，不然我每次我都遇到好的事情，大家都以为那边很完美，没有很完美。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状况。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很瞎的，就学校的话。
你们因为大家都看你的影片，那个学校真的很完美。有一次学校也是他会偶尔会办一些活动，好，也是有蛮好玩的活动，但是并不是学校把它办得很好。我们去参加那个学校卡拉 OK 的活动，是我在那里，所以整个活动变得很完美。是因为你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一次学校他办了一个什么 barbecue 吃到饱，然后我们就很兴奋嘛，因为我们在那里很少可以吃到很多肉，我们都自己煮的话，或者是去外面吃也都会比较贵嘛。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因为他的那个海报上面还用那种，就是牛肋排、猪肋排，然后牛排切片那种，就是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很兴奋，因为他说10欧免费爆吃，然后我跟我们就我们几个朋友就很开心。去到现场的他的那个 barbecue 吃到饱的活动是汉堡，然后他那个肉这么厚一片，大概3公分厚，然后是假肉。是假的肉，就好像就不怎么好吃。然后那个2个面包这样子，然后中间一片3公分厚的肉，超难吃，要我10欧，我失望透顶。但是后面因为我们当时太兴奋了，还邀了很多人一起，然后我就想说，来都来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每周一，因为那个学校它会有那个 welcome party 是给新人的，然后我们第2周也假装自己可以这样啊，第2周就假装自己是新人，然后也去蹭了一杯，然后就后面聊着聊着就跟那个 bartender 聊一聊，然后他就说那你们会待多久啊什么什么，我们说我们这第2周，他说那你为什么拿这一杯？我们自己不小心跟bartender 露馅，说我们是第2周，但是后面忘了第3周还是第4周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照面了，他已经就说好啦，你要什么？好，但是就是每个礼拜一去蹭一下，因为主要是新人一来，他也需要就是老同学去跟他 say hello 啊，或者是让他不要那么紧张嘛，或什么之类，所以我们也是。有责任在身上，我们现在蹭了一杯这个白葡萄酒，我们就是也要去认识那些新朋友啊。Okay.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太多老人了啦。那卡拉 OK 好玩吗？是，我没有唱过卡拉 OK，我们把它弄得很好玩，因为当时我们那些外国人。就什么俄罗斯人什么的，他们都唱的那些歌都好奇怪，然后完全没听过。然后但是后面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抓到默契，就是他们那些俄罗斯人就唱那些什么楚恰恰恰恰楚恰恰恰恰，都唱那些就音节很短，然后重复性很高，一直在唱同一句。然后我就跟那个台湾人说，我想到一首歌，直接可以完胜，就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对啊，就一直重复嘛。我就真的死命的去把这首歌让他们就是找出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唱有好多好的早餐在这里，然后后面对啊，所有人都会唱，日本人也会唱，俄罗斯人也会唱，什么德国人也会唱，日本人全部大家都会唱，全部人都会。卢广仲，你在欧洲红了一遍，你知道吗？你很适合去念语言学校因为你很适合炒热气氛。没有，就是因为像我就不行，你知道我们卡拉 OK 是那个，因为你身边没有个认识的人呢，我有一个认识的人，我就可以很好的展现我自己的所有搞笑的一面。那下次换我们2个一起去，可以吗？可以。好，你后来还有去哪些城市？你刚刚是讲到去罗马，然后罗马是我第一次独旅。独旅怎么样？超级紧张。首先，可能我直接上一个太高难度了，因为罗马是那个抢劫之都嘛。第一次独旅就去抢劫，我第一次独旅直接上一个这么高难度，但是主要是因为它机票真的太便宜了。多少？来回大概是好像1500台币。你没有拉行李？我没有拉行李。你是从马耳他，然后对，我从马耳他就是一个周末这样过去。好棒啊！我超想体验这个，非常之便宜。然后我就想说，就还是去，然后。我还蛮幸运的是，我找的那个住宿真的还蛮不错。主要是有冷气，因为你知道，同一周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去到那个法国的马赛，然后他说遇到热浪，然后没有冷气就算了，去到哪里每一个人都说 no English， 然后我就觉得我 English 全部都可以，然后再来就是有冷气，然后那个房间还很安静。只是我去到其他。每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个人要抢我，就是我下意识会很害怕，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盯上我？但是后面我稍微注意的观察一下，我发现一个人的好像比较不容易成为目标。因为我发现2个人一起的，或不管是情侣或是朋友，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比较轻松。那小偷就会比较想要往就你已经放下戒心的人身上。其实是，就是你刚才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自己啊。对。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随时包包什么什么都很谨慎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是就是就是我没有被偷东西，但是我偷了东西。没有，我跟你讲，我讲出来每次大家都快要笑死。我去 Zara 买衣服，然后我拿了3件衣服去试穿，到最后我只选了2件要，结果我结账我不知道怎么结，然后就有一个那个意大利的那个小哥就很热情过来帮我结账，然后结账之后就2件衣服放到我包包里面，然后他只结了1件。真的假的？对，他操作的哦，真的不是我。但是我每次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我都说我没被偷东西，但是我偷了东西，而且是别人让你偷了东西。对，他还帮我折起来，然后放到我的包包里面。那你觉得独旅好玩吗？我很不喜欢独旅，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天天在独旅。就你不是独旅就是很孤单吗？因为你每次遇到想分享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那你有遇到在独旅的过程中，你有遇到其他人吗？就是跟你聊天的人？我觉得我在独旅的时候，我常常在自言自语。比如说我在那边说，这家感觉好像也还不错，我就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就你会跟 AI 聊天吗？没有。我也没有跟 AI 聊天，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很需要人家跟你聊天讲话的人。对，我觉得我很想分享。对，他的个性是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因为你没有在路上遇到其他人，因为我有时候独旅，我会在路上遇到其他陌生人，然后跟我聊天。可是我就是很怕人家偷我东西啊，那他来跟我讲话，不是让我很紧张吗？就是可能要看是谁啦，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去住那种青年旅馆，就会有其他也是旅客。他不是当地的小偷，他也是来旅游的人。不是，因为他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压根想不到我独旅有跟别人聊天吗？店员，有没有店员说：“你自己一个人来吗？”我真的有时候会自己走在路上。我那时候好像是在奥地利还是哪里，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就走过来，我忘记他哪个国家，应该是欧洲人。他说：“嘿，你自己一个人吗？”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路边聊了10分钟。我觉得好像当时太热了，真的没有心情，因为我脸都超级臭，而且我还去到那个罗马竞技场，然后我是整点要进去那个地方，就是要进去那个入口是买票的嘛。然后我找不到我的入口，我一直走到不同入口，然后我在罗马竞技场竞技，我一直在那边奔跑，然后很热很热很热，我整个快疯掉。然后我在拍那些景点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这样，然后脸很臭，然后我说好热啊好热，然后每次都觉得要挤一下。要拍个照，要挤一下那个笑容，你知道吗？那好不容易我回去看那些影片，这每一个都是就是脸超臭，然后后面总算有一个有笑容，那个影片是说啊，这里总算凉了一点。所以你之后不会想要独旅了？我觉得太无聊了。对，我觉得我是喜欢跟人一起的。OK， 好啊，没关系啊，那你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没有，因为我现在也会觉得我也不会想要一直独旅。对，我看到你办独旅的，对，有时候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你想怎样就怎样。像我去奥地利更是，因为我去奥地利我还遇到就是反正我一直在花交通费。就我去到奥地利，疯狂在花交通费。花在哪？因为我当时在去之前，我不是说我要去布达佩斯嘛，然后我提前看了车票3欧，超便宜，就那个火车，然后我就买了来回，然后就等到我上车之后，他来验票，跟我说我那只有买了那个3欧，只有买站这个位置，但我没有买车票，我根本不懂他的逻辑，然后他就说要我现场补票，然后我就很诚恳的跟他讲说我不知道，然后所以他也没有多收我钱，但是呢，我当下就花了60几欧，然后我还得再花53欧再买回程，然后我当天，因为我当时觉得3欧太便宜了，所以我是1天往返。
因为我觉得欧洲有时候车票会让人有点无法理解，因为我那时候在奥地利也是搭他们的，很像我们捷运，就是他们的地铁这样子，就是在他们的城市内，然后他们的门口都没有关起来，都是开放的。就是如果你要逃票的话，你超好逃票。但我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当守法好公民，我就去买了张车票，然后我就在奥地利在那边，就是每次进站我都那个卡就打一下，然后那你为什么你不要直接买那个？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当时 OBD 上面买就好了。因为我是买一张纸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懂，我就是因为我是当下才做功课，才上网查说要怎么买，然后我就好买了一张，然后每出一站我就逼一下，然后他就会你只要他很像打卡机，他就会打当天的日期跟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这样每次逼一下，他那个时间就一直叠上去啊，然后我就拍影片嘛，然后后来很多人都说哦，其实你只要打一次就好。他只是要看你那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然后你有没有超过那个时间。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很困惑说，他们实在是太好逃票，就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在刷。就是欧洲很多地方很奇怪。对，可是如果你只要被抓到逃票，你就会被罚很重。就我那时候在爱尔兰就这样，它其实也是很好逃票，他们的轻轨。因为我去布达佩斯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我没有买到票。我一直在找那个刷卡机，因为那个布达佩斯的时候，它是用 Apple Pay 就可以直接刷进去他们的捷运。然后出了捷运之后，我要坐轻轨，然后坐轻轨我一直找不到那个机器。然后就后面我遇到我朋友，他们才说，就是你要先提前在有一台机器，它可以买你的交通，就是它有一个时间段内好像24小时的交通票这样子。然后他说我可以买那个，我等于刚刚那一段是逃票了这样子。但是你又偷东西，然后逃票，没有。我觉得欧洲有时候搭车真的很复杂，然后每个国家不太一样。对，每个国家不一样，而且你知道我去到那个布达佩斯，它又不是用欧元，它用另外一个他们的币别叫福林。就是我后面我去到萨尔兹堡，然后我发现它地方太小了，所以我不想待那么久时间，我又重新买了一张。就是差不多就是70欧左右的车票，你又花冤枉钱呢？我花非常多的冤枉钱哦。但你那冤枉钱刚好可以付你那个被偷的，你偷东西的钱。原来这是报应，上帝都帮我算好。报应。反正我那时候我就重新买了一个车票，然后我要坐回维也纳，我想说我多一个半天可以在维也纳逛。OK， 好，买了车票，然后我已经去到我那个月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停在我面前的。我确实在正确的月台，但是停在我面前的车就不是我的车，它上面写的编号就不是我的那个编号，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再过了2分钟我的车就要开了，那为什么我的车还没有来？然后我就一直拼命等，后面 OK， 我这班车总算是开走了，然后剩1分钟就是到我的车要走了，我才发现他们2台火车停在同一个轨道。刚刚这台车走了，我人在这里，我开始狂奔，我就往自己狂奔，然后我在狂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好心人看到我在狂奔，他就帮我把那个门按开，然后我就说 Thank you， 赶紧冲上去。原来我的车一直停在同一班就这个列车后面，它是同一个，他们在同一个轨道上。因为你知道欧洲有些车会分裂，你知道吗？就他们本来是同一个火车。然后像 DNA 一样，我这次去瑞士，然后我也是搭那个，我就搭在那个车厢，然后是他们因为瑞士的交通规划很完善，所以都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旁边跟你说，请问你是要搭到哪里吗？我来看你的车票。哦，那你要去隔壁的车厢，因为等一下这个车就会开到别的地方了。欧洲的火车会分裂。我这个真的是我当时快要气死我要找我还画了。反正就是2班列车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然后它分 A、B、C、D， 然后我的车在 C、D， 然后我站在 A、B，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知道吗？那你最后1分钟赶上了，对，赶上了，恭喜你！不然70几欧，又这样没了。这样整趟旅行之后，你最喜欢的欧洲国家是哪一个？目前为止你去过的哪一个？我这样才去3个国家，哪一个你最喜欢？我觉得我很想再去一次维也纳，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到。维也纳相对来讲还是蛮大的，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美术馆什么之类的，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那你还会想去游学吗？还蛮想的。就是我马耳他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机会再来同样的地方，就是尽可能。还是去南非，去没有台湾人的地方。你知道南非可以学英文，你知道吗？有语言学校，真的。
哇卡哇卡，嘿，是吗？南非真的有原真的假的英文的，好神奇杜哦！拜也有，南非也有。所以你要选南非啊？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之后再讨论一下。之后讨论。那你还会想去欧洲吗？会想，我也还会想去欧洲。还有好多地方还没去对呀，哦。我有很多地方没去我们下次再去啦。还是欧洲哪里有？我们原本是约欧洲见的，对，他说什么西班牙，我本来要看 Twice，对我本来5月要去看 Twice， 太忙了，不好意思，错过。他就突然间跟我说，我还要搬家，还要干嘛干嘛的，就不去了搬家很累耶。好啦，可以理解。好啦，那我们就下次欧洲见喽。下一次就要马上欧洲见了。没错，好，还是高雄见。高雄见应该是比较快。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谢谢立方来玩，拜拜拜拜。不要再去那个学校，换一个学校。